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来到了佛山2号线的终点南庄。从祈福到了南站，再转乘佛山的2号线，花了1个多小时。这里呢，以前从来没来过，但也并非我今天的终点。今天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这边骑行到西樵山，那我们来看看这边的出口情况吧。看了一下地图，也没有弄明白方向啊，我们还是先出站吧。从祈福新村过来，一共花了8块钱啊，换乘了2个地铁，一共坐了一个接近20个站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选 A 出口出站去。今天呢，再次感受装了一个防伞的一个装置之后的小车，就这样很轻松的推着走或者拉着走，这个换乘呢造成了非常大的方便。现在呢，我就出了非常有佛山特色的这个南庄地铁站。现在我在这边呢，打开我的单车，准备骑行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从南庄站出发。这里呢，人生地不熟啊，我就稍微先导航一下。今天打算呢，到西樵山去做一个环山骑行。当然我不会上山啊，我只是在下面骑行。现在我应该是在南庄大道上。这边呢，虽然坐了1个多小时来到这边，我感觉这边道路还是非常的整洁宽敞。这边专门是有自行车道的，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走自行车道。从这边呢拐弯，现在骑的这条路呢是解放2路，右侧呢也是有一条小河冲啊。拐进来呢，就是一条相对来讲不是非常繁忙的小路了，但是胜在很整洁，而且呢有专门的骑行车道啊，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最近一些天呢，大家看我视频的朋友啊，应该也都了解到，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啊，基本上就是在家附近骑了又骑的那些马路。所以今天呢，就特地骑到远一点，骑到了佛山来了。到了这边呢，我就看到一条村，叫南罗，是罗南。这里有一个牌坊啊，就稍微到里面去拐个弯吧。看来这边也是水稻种田了。我的左侧呢，又有一条河通。
看来左边呢是一片当地的商业中心，有很多的餐馆啊，干干净净的一个地方。你看啊，右侧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？东信罗公祠，一个祠堂。所以呢，这边就是罗姓人家的一个村庄，边上还有一个东信公园，算是一个村头公园吧。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佛山发展的还不错，弄得比较整洁啊。右侧还留下了一些老房子，但是大部分的房子呢，也跟广州附近的一些村庄没什么两样，都是新老结合。说村里还开了一些蛮时尚的小店啊，包括咖啡店之类。这个村庄呢很大啊，再往里面去我也不知道要去到哪里，所以我就打算在这边掉头吧。一排农民的房子跟前呢，就是一片菜园，然后有一个大的池塘啊，还是有很多水的地方。边上呢就是高墩了，另外一个村庄了，我就不走回头路啊，就在这边走了。看来这边的水资源非常的发达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非常大的池塘，应该就是鱼塘吧。刚刚在大街上呢，确实非常宽敞的大街，但是稍稍往里面拐一点呢，就是一片农村，但是非常整洁干净，而且这些房子建得也挺高大上的，看来这边农民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边呢有一条江啊，我看看是不是顺德水道，非常大的一条江呢。
你看啊，非常开阔的江面，整整齐齐的江岸，对面呢也建了不少的高楼，但这一侧呢，就是农民的沿河的房子啊。我觉得这房子比对面那些高楼要更加漂亮。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。好，继续沿着这条江西段。其实这个江边也有专门可以骑行的道路啊，但是我们还是在上面走吧。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而且风景也不错啊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拐到大路上去了。等一会儿呢，还要上桥。刚刚呢，拐了一点路啊，拐到了一个村庄里面。现在呢，骑出村庄，开始走大路。现在呢，骑过了一座桥，就是横跨在这条水道上的桥啊。
这条是仁和路啊，就是小城市的这种街道。这边呢，就有一些老城区的一些留下的房子，但是边上呢也起了不少的高楼。这里呢，以前开车来过，骑单车呢还真是第一回，所以呢，我就拜托导航给自己省点力了。还不错啊，有专用的自行车道。这边呢，其实已经深入到佛山里面了，有一派城乡结合部，但是正在发展的一种光景。但是要变成时尚的城区呢，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。
右侧有个酒店，就叫尖沙咀酒店啊，非常的气派，很大的停车场。马路的中间呢是一条河川，也做了一些绿化。这边呢，很多的村庄啊，牌坊都做得很大呀，这叫龙津村呢，到里面去瞄一眼吧。看得出来啊，当地人呢，他们也在求发展，而且对于未来呢，还是有相当的信心，或者说呢，经过前多少年的努力啊，已经有了不错的积累啊。你看这些乡村村内的这种大道，其实建得都已经相当不错。这应该是他们这个村的行政部门的所在地啊。村民委员会在我的左侧啊，还有党群服务中心等等吧。这感觉还是不错。这里面呢也是有一条这样的河道啊，可能这就叫龙津吧，是不是这个村的来源啊？还是蛮宽敞的一个村民广场。虽然不能在这边停留了解更多，但是就是看个热闹，你也能了解这边大概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。我们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既然这样呢，我再去到这个村里去兜一圈啊，看能不能兜得出来。看来这条路应该也没有错，是同一个方向。
这条小路呢，一直有左边的这个小河冲相伴啊。前面呢，我已经看到了西樵山的影子了。这里又有一条河冲。这里有个小门啊，开着，这样就走到了这条堤岸上面的马路来了。这片水域就更宽了，前面那是一条大桥。观望一下。这里是龙津水闸。哦，这里就是西樵大桥了，全长700米。87年建的马万祺题的词。但在这座桥的左侧呢，又建了一座更大的、更高的大桥，名字都叫西桥。这让我想起来，在温哥华从北湾骑那个四门桥的感觉。当然，四门桥要更高，下面都是大海，风光更好。但也是这么窄窄的一条大桥的骑行道。
好，骑下了这座西桥大桥，现在要拐弯了。我刚刚看到那个牌子上写着“文汉西桥最岭南”，这个当地人应该是以他们的文化为荣的啊。看到前面呢是南海中学啊，相信是当地的一个名校，也是我曾经开车路过很多次的这个学校啊。而这个学校呢，就应该在西樵山的附近啊。刚好是一个左转灯，前方呢去九江高明方向啊。九江大桥那个时候还被撞断过。我的右侧就是南海中学，非常气派的一个大门。
看到这边呢有个水塘，水塘边上呢有专门的骑行道啊，那我还是在骑行道上骑行。我们也来张望一下啊，你看对面呢就是一个水塘，水塘边上呢还有一些稍稍保留着一些以前建筑痕迹的房子，估计也是他们的祠堂之类的吧。后面的山体呢就是西樵山了，所以这个呢应该就是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。好，我们继续向前。骑行道到此结束了。看来这边呢应该叫乔阳村，有一个西樵实验小学啊，就在附近了。这里呢已经是乔阳村的村头了啊。我的右前方呢就是南海直信中学，也是我今天导航的第一个目的地啊。你看到这个院墙啊，就跟广州的直信中学非常的像啊，就特地建在这边的一个分校吧，非常棒的一个学校的分校。那我们就把这一段呢作为我在佛山啊西樵山骑行的第一段吧。等一会儿呢，我再从这边出发，继续我围绕着西樵山的骑行。那在这边呢，就感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。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